印度加购预警机，其占了我国20年的便宜，怎么还是明显落后？这是为何？敬请关注。据印度国防部公布的消息称，印度目前已经决定去向以色列拉斐尔防务公司购买2架费尔康大型预警机，预计会耗费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。如果一切计划都顺利展开的话，那么印度空军的费尔康预警机数量将会提升到5架的规模，在大型预警机的数量上超过我国。因为截止到目前，我国空军只装备了4架空警2000预警机。既然说到费尔康预警机，那就不得不说这款预警机和我国之间的渊源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国决定去为空军装备一款大型预警机，来提升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。在当时国内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去寻求国外的技术支持。当时我国分别与俄罗斯、以色列签订协议，但是在合同即将履行的时候，美国政府得到了中以费尔康预警机交易内幕。出于阻止我国掌握一流预警机技术和遏制我国军队建设的目的，美国甚至以断绝对以色列援助作为威胁。最后关头，以色列拒绝发货，并把3架制造完毕的费尔康预警机卖给了印度。至此，印度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了世界一流预警机。印度当时采购3架预警机，总共才支付了11亿美元，自然是捡漏。但为何说印度虽然占了我国20年的便宜，但其现役的预警机还是明显落后呢？事实上，我国当年虽然没有得到费尔康，但是科研人员随后造出了蒸汽机，到2006年就交付了4架更为先进的空警2000预警机。此后，我国又发展出了更为先进的空警500，是全球首个采用数据阵列的预警机，其探测距离为470公里，可以同时引导战机对60架飞机进行拦截，用更小的身板实现了更大的功能。而印度目前的费尔康预警机探测距离400公里，覆盖范围为360度，这一对比能不是明显的落后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虽然印度空军对费尔康预警机十分认可，但是现在距离印度采购费尔康预警机已经过去了16年，费尔康预警机项目升级进度依然非常缓慢，就连俄罗斯人都疑惑，等了那么久却没有升级，为什么不自己造呢？印度人真奇怪，实际上不是不想造，而是真的没有那个实力。每提到印度武器，大概所有人的印象里都有这样的概念，先是提出超乎寻常的技战术指标，然后陷入漫长的研制过程，不得不持续不断的增加了预算，最后走向失败的深渊。同理，预警机也没例外。早在1985年，印度人就想建造一架国产预警机，但仅仅过了15年，印度政府决定放弃 HS-748 预警机项目，长达15年之久的空中卫士计划以一场惨剧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。